終於等到這一天了啊！中國的歼35和美國的 F-35戰鬥機正面對抗，那是彼此不讓啊！2026年2月，新加坡樟宜機場第10屆新加坡航展鑼聲一響，那是紅旗招展，風頭無兩啊！解放軍的歼35和美軍 F-35真的就湊在一起了。所謂人比人得死，貨比貨得扔。虽然两架最新的戰鬥機孰強孰弱難以審評，但是印度的瑰寶光輝戰鬥機是不曾前來，只派了寡婦制造直升機，視為雙贏啊。不過俄羅斯再次缺席，自有國情，但這航空霸主的名頭也就從此易主，其中滋味不可言明啊。各位早上中午半夜起夜的觀众朋友們，大家好啊，我是五人。这场航展不仅是做軍火買賣的地方，更是東南亞這裡地緣政治對抗的現場。中國展示了從太空到低空全產業鏈的布局能量，美國呢也帶來了最先進的隱身戰鬥機和 AI 無人方向，都試圖在這裡築起一道技術圍牆。所謂大好東南亞，中美再爭霸，缺誰誰尷尬。新加坡的機場轟鳴，天空和平卻不太平。那麼這場航展背後究竟有哪些圖謀，哪些輸贏？今天我們來好好聊聊其中隱情。先聊聊我們中國啊，我們的空軍呢與航空工業在本屆航展上的表現呢，就是來秀肌肉的。參展的裝備釋放出了前所未有的戰略自信與體系化作戰能力。咱們自己覺得殲10是昨日黃花，特技飛行呢看了太多次，有些膩了。但是對於周邊的國家來說，最令人震撼的可不是殲10的戰鬥機在空中那些超難的動作，而是他們抵達新加坡的方式。81飛行表演隊的殲10 C 戰鬥機在運油 20A 的空中加油的支持下，從中國的西南機場起飛後，直接不經停不轉場，直接飛到了新加坡。這種長航時遠距離的部署方式，直接就向外界展示了解放軍空軍就已經具備了在印太地區進行遠程部署的可靠後勤能力和戰術能力。我們一貫摸着鷹將過河啊，學到了伴隨保障遠程直達這種威懾力遠超單機飛行表演本身的能力。在室內展區，中航工業將殲35為隱形戰鬥機就安排了展台的核心位置。這種呢就屬於自己給自己打廣告，順路呢改變一下市場的規則。作為中國第2款5代隱形戰鬥機啊，殲 35A 被明確定義為 F-35的競爭對手。它精準地瞄準了那些渴望擁有5代機卻無法獲得美國出口許可，或者無法承擔 F-35高昂的全壽命周期成本的國家。如果買家不想要戰鬥機，那還有翼龍 X 重載無人機，還有運20、直20等機型集體亮相。這就是跟在座的各位說啊，買一種不如買全套。全套呢還可以形成空中作戰體系。這種從單機銷售向全系統輸出的轉變，標誌着中國航空工業已經完成了從技術跟隨者向規則挑戰者角色的蛻變。除了看得見的戰機競逐，本屆航展呢最驚心動魄的博弈，其實發生在看不見的資源端。就在各國推銷高科技武器的同時呢，美國方面在航展期間緊急召開了關鍵礦產會議，這與特朗普提出的那種所謂的金庫計劃遙相呼應啊。現代航空航天工業，尤其是以殲35A 和 F-35為代表的第5代戰鬥機，其核心的相控陣雷達和光電系統極度依賴重稀土金屬啊。而目前呢，中國在這些關鍵礦產的供應鏈上佔據了絕對的主導地位啊。這就是所謂的家族兩端博弈。美國人雖然在展台上賣力的推銷 F-35和先進雷達，但是明眼人都看得明白，如果沒有穩定的稀土供应啊，那些先進的裝備的生產線隨時有可能停擺。戰鬥機交了錢還得延期，美國人可從來不付違約金哦。美國還試圖在航展期間拉攏盟友，構建一個排斥中國的礦產小圈子，這直接就暴露了美國國防工業在原材料端的軟肋啊。這場關於土裡挖來的國家安全爭奪，說明航天航空工業的競爭已經從成品端的性價比比拼，急速捲到了最底層的資源控制權。打仗嘛，打的就是資源。中國不僅手握殲35這樣的高性能武器啊，更掌握着稀土資源。所謂打蛇打七寸，這才是讓西方戰略界最寢食難安的現實啊。另外，在商業航空領域，中國商飛這次拿出了極具攻擊性的野心啊，
他試圖打破波音和空客两大寡頭壟斷的局面。C919大型客机不仅再次進行了飞行表演，更向国際專業觀眾展示了其成熟的氣動布局和低噪音的特性。目前 C919 已經有了30架的交付量和數千萬旅行的航空記錄了。而且本屆航展中國商飞真正的商業亮點在於 C909 衍生機型的展示。中國商飞首次在東南亞展示了 C909 醫療機，並宣布了 C909 滅火機的重大訂單。山西成功通航直接簽署了6架購機協議啊！這一系列的動作表明，中國商飛正在構建一個涵蓋客運、醫療救援、森林滅火的完整航空生態體系。中國人呢是不玩虛的，這個策略極其務實啊！因為東南亞國家地形複雜且森林火災頻發，他們不僅需要幹線客機，更急迫的需要那些能適應複雜地形的特種飛機。C909 滅火機單次可以投水10噸的能力，精準擊中了這一市場的痛點。要不然怎麼說我們捲得厲害，所以會玩差異化這種突圍策略。這麼一搞，中國制造的民用飛機就能很好的證明自己，具有很強的場地適應力和商業競爭力。本屆航展呢，印度也來了啊，但是印度沒有展示他們的光輝戰機，畢竟工業奇蹟嘛，除了婆羅門，一般人他不配看。印度空軍表演隊駕駛着國產的北極星直升機進行了飛行演示啊，極力試圖彰顯印度制造的實力。還好這次沒有漏油，也沒有玩神風特工了。不過我查了一下，這直升機在國際市場上那是声名狼藉啊。厄瓜多爾當年買過啊，結果呢就是各種摔，各種損失飞行員，甚至發生過在閱兵式上墜毀，差點把厄瓜多爾總統送走啊。這也就導致了厄瓜多爾單方面終止了合同，並停飞了剩余的飛机。儘管印度在航展上試圖通過刷油漆和飞行表演來重塑形象，但是大家都被坑慘了，大家都學會用 AI 了。在中美成熟嚴謹的航空體系面前，印度的努力就顯得蒼白且帶有幽默感。這也側面反映出，儘管印度擁有大國雄心，但是在高端航空制造的質量控制和可靠性方面，距離真正的國際一流水平呢，仍有漫長的道路要走。接着我們聊聊美國啊，面對中國全方位的追趕呢，美國在本届航展上表現出了明顯的戰略焦慮啊。它的應對策略呢，是进一步強化技術代差和盟友體系的綁定。美國海軍陸戰隊的 F-35B 和澳大利亞皇家空軍首次亮相的 F-35A 共同在章宜上空呢構建了5代機的技術高地。這種展示旨在向東南亞國家強調，美國呢，我依然掌握着空中作戰的最高標準。當然，只有5代機那還是不夠的。美國將更多的賭注壓在了無人系統和人工智能技術上，試圖開闢新的競爭賽道。美國防務科技公司 Andrew 展示的福瑞自主作戰無人機，以及 Shell 的 AI 公司展示的相關技術啊，就是通過大量的低成本智能化的无人系統來抵消对手在平台數量上的優勢。Andrew 的創始人甚至在現場直言啊，電影《終結者》的天網系統在技術上是完全可行的。這種激進的言論和先研發後銷售的硅谷模式，顯示了美國為了維持霸權，正在試圖通過軟件定義的戰爭和 AI 技術來顛覆現有的遊戲規則。與中美兩國激烈交鋒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俄羅斯在航展上徹底消失了。受困於烏克蘭戰爭帶來的巨大消耗以及西方國家嚴厲的制裁封鎖，俄羅斯國防企業已經連續2屆缺席這一亞洲最重要的防務展了。俄羅斯的軍工產業在亞太高端市場以後就很難形成真正的競爭力了。曾經的蘇霍伊戰鬥機是東南亞國家爭相採購的熱門裝備啊，如今俄羅斯不得不將有限的營銷資源收縮到中東和非洲等政治環境相對寬鬆的地區。航展現場唯一能看到的俄制重型戰鬥機，竟然是馬來西亞皇家空軍裝備多年的蘇30 MKM。這架戰鬥機在空中進行了眼鏡蛇機動表演啊，它所折射出的現實極其殘酷且諷刺。買家依然在使用這些裝備，但賣家已經無力出現在展台上提供新的服務和產品了。這種有槍無彈、有氣無源的局面，意味着俄羅斯作為全球航空一極的時代已經基本落幕了，其留下的市場真空也將不可避免地被其他競爭者瓜分，也就是我們了。
本屆航展所展現出的技術與市場動態，最終將深刻地影響東南亞地區的安全架構和地緣政治走向。東南亞國家正處於一個極其微妙且艱難的戰略選擇期啊！畢竟買裝備就得站隊，這些國家當然不情願了。他們傾向於採取多元化的採購策略來平衡各方勢力。面對中美歐呢，誰都不得罪。印尼呢，就在航展期間與意大利萊昂納多公司簽署了 M346 教練機的採購意向書。同時呢，波音停止向其推銷 F-15EX。這件事兒它就反映出了地區國家面對美國昂貴的武器及其附帶的政治條件的警惕啊，以及對歐洲、中國等替代方案的開放態度。還有我們上面講的俄羅斯留下的市場真空，中國提供的歼10C、歼35A 以及全套的無人機系統啊，憑借着極高的性價比與不附帶政治干涉的出口政策，正在成為東南亞國家國防現代化的重要選項。與此同時呢，新加坡還提出了可持續航空燃料稅收政策以及空間峰會啊，這也顯示出地区國家試圖在技術標準和太空經濟等新興領域，他們也想掌握更多的話語權。2026年新加坡航展向世界清晰地宣告了一個技術來源多元化、戰略選擇自主化的東南亞正式來臨了。當然，想法是好的，還得多努力啊。好了，本期視頻呢就差不多到這裡了，感謝您的觀看，我是五人。如果你喜歡我的節目呢，歡迎點讚、訂閱、留言，我們下期再見。